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三原的百社村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身后全是树木。其实这里是一个村落啊，所以就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见树不见村，见村不见人”，就形容了这个地方。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非常独特的村落。首先，我们眼前看到地上全是树，在这个树底下有个窑洞，它这个叫地坑式窑洞。就地坑窑是一种传统民居，这个下面是窑洞。我们平时看黄土高原的窑洞是不一样嘛？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了窑洞，它是直接在那个山里面半坡腰挖窑洞，而这个窑洞呢是属于在地底下的，就跟四合院形式一样的，是古代人们穴居方式的遗留，被称为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呢，堪称人间建筑奇迹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因为这个属于黄土高原，我们常说，缺雨少水，所以说就有一个自古以来有建造土窑洞的习惯。它这个地方窑洞呢，是属于在底下挖出一个来，然后人居住在里面。我们常说冬暖夏凉。等一下我们去里面看一下，它这个窑洞呢是完好的，但是可能也是废弃了，没有人居住。它这里的窑洞啊，整个这个地方现在大大小小还有200多个这种窑洞，但是可能大部分都废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济在发展嘛，大家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可能搬出去了。而像这些窑洞，大部分现在都是老年人居住，年轻人出去上班，基本就不会住窑洞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窑洞，还能看到比较破旧，里面还居住了一些人。你看看周边都是一些黄土。一般这些窑洞啊，上面都有一棵树，里面有一棵树。整个这个百社村呢，始建于近代，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。古时候地理位置很重要，是关中通往陕甘宁的重要通道。这个我们常说去延安、去陕北，基本这条路呢，当时是比较重要的。秦汉以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它这个地方啊，有中国生土建筑博物馆的美誉。在百社村有这样一种说法：见树不见村，见村不见房，闻声不见人，南有兵马俑，北有地坑窑的说法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在这个地方，你可能站在这个地方啊，听到有人说话，但是根本找不到人的。如果没有见过的，肯定不知道这个是窑洞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。地坑窑的院落啊，修建呈明显的随机性，没有规律，常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。你在晚上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灯光，就以为是走到一个森林里面一样的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窑洞。我们这样看一下，这个是窑洞的四周，就一个四合院在地底上的形式。但是你看看四周都没有通道，那个通道是从哪里下去呢？我们看一下，通道隔得远吧，是在那个地方。这个有一点跟什么很相像呢？哈，就跟我们地宫似的很相像。那边是地宫路过墓道口，从这个墓道通到地宫底下去，是不是有点相像？这个窑洞呢，经过翻新、经过改造，很有特点。为什么哈？我们平时看的窑洞是四方形的，它这个前面那边呢，还突出了一个形式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这个等于那里修建了一个房间，是不是什么呢？我估计啊，是洗手间形式的，在那个地方。因为以前这里是旱厕嘛，但是现在改造了一下。整个这种下沉式的那个地窑啊，长13米，宽11米，深6.5米，基本上都差不多，而且都是8个窑洞。为什么是8个窑洞呢？就四边呢，一边2个都是这样的，基本是正方形。像这些树木啊，整个百社村大概有5万多棵，远看郁郁葱葱，一片葱绿。近瞧呢，在这个树底下呀，一座座下沉式古窑，极具有古建特色。这里是它这个地坑式窑洞的入口，从这里下去，穿到底下去，然后那边就是窑洞。这个我们刚才说有点走地宫的感觉。我们往下走一走啊，它这个锁住了，因为可能没在家，它可以有车进出，摩托车，然后走人也可以。你想前面就一个门进去，然后就是它这里锁了，我们进不去。我们走一走其他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像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烟囱啊，因为人生活在下面，他做饭肯定不是在空地上做饭，肯定是在窑洞里面。那窑洞里面肯定要排烟嘛，就是我们说的老式厨房烧柴火的，必须要有这个的，可能很多人都见过，所以这个是排烟的。我们去这个窑洞里面看一下，不知道锁了门没有？天人合一，它基本上每个窑洞上面呢都会有些字啊。
哦，锁住了，去不了。这个地方好冷啊！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穿的衣服也比较多一点，特别冷，我都感觉现在我身上都有点臃肿的感觉一样。哇，这个窑洞比我们刚才看到的窑洞也大一点。这明显的这个院子是比较大吧？这个应该以前也是一个农家乐。看看从那边下去，应该是在那边。哇，这个窑洞也比较大一点，这边的窑洞都偏向大一点。这里基本都居住人，应该不是居住了一家，应该是居住了好几家，一个、两个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大的窗户，这个应该我们常说一个大户人家一样的。看看能不能下去看，它还有灯，这个应该有点像农家乐的酒店型似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下去看看能不能下去看看。哇，这个里面下面风格不一样，看看。水井也是在旁边，它这些水井啊，基本都是在边上，而且有个挡住的，所以这些地方啊，确实比较难得。中国北方的那个建筑啊，南方肯定是没有这种的，南方也不可能建得起来这种。